实际上，元宵节呢是可以追溯到汉朝的时候，因为汉朝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一个太后叫做姓吕的吕氏太后，他们呢就要霸占那个宫廷的那些权利，一个叫周勃的，他们就收复了这个，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刚好在元宵节说，我们就庆祝。然后当然汉朝的时候，汉朝他们是非常相信拜太乙，太乙就是北斗星。所以那时候他们觉得说北斗星呢是在5个皇帝里面是最大的。后来这种习俗慢慢的到不同朝代的时候，他那个太乙的神呢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低。那到唐朝的时候，唐朝他们就盛行就拜道教。那道教里边呢，我们就有3官大帝，就是有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然后天官呢，他的生日就是正月15。然后地官的生日就是7月15，水官的生日是10月15，然后天官的生日叫做上元节。那么在唐朝呢，就会庆祝上元节。那通常在很多朝代呢，就有做月宵，就是晚上呢不能出门，可是，在正月15那个晚上呢，是能够出门，而且是会灯会之类的。那以前的女孩子呢是不能出门的嘛，对，那么他们会借这个机会在元宵节可以出门了，就去看自己心仪的男孩子。元宵节其实上，因为你看这种庆典，就从汉朝已经传到现在已经是2000年了，然后基本它就是一种，也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承的一种模式嘛。好像在明朝的时候，元宵节放的假期是比其他时候还要长的，那种官员是放10天的假期。然后当然华人会觉得说，我的新年是要到15过后才说过完新年。我觉得，所以我们新年都很多柑嘛，因为我们华人习俗都是，尤其是潮州人，我们去拜年，我们都会拿柑去跟人家换，然后一定是我们买了很多柑，然后你到15的时候呢，那个柑吃不完，有都坏掉了，就拿来抛，就当做一种，那时候是我们以前的政府那种旅游节目嘛，他说，点讲给好安，点过传好不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本土来讲呢，就是说会吃本鸭，然后还有龙丹3样。这个是一个新年的一个庆祝的方式，因为当然在中国的时候，他们也是有游行，可是不同方式游行，就是舞龙啊、舞狮啊之类的。那么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因为还有妈妈娘惹嘛，妈妈娘惹他们就以他们本身独特的方式来游行，来庆祝。就是说，在中国的时候，本来元宵节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打扮成不同的面谱，然后来游行，然后还有踩高跷啊之类的。然后来到这边呢，就联系那种妆艺嘛，就是把你的脸化妆的不同的那种艺术的那种状态咯，所以就叫情艺。